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5月5号，今天是周二，每个星期二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如果你喜欢听中文故事的同学，今天一定要来上课。好，那么来听老师的直播课，也请你帮我点赞，分享老师的视频。如果你想支持老师，你也可以成为我的会员，打赏我，或者直播课之后多多的留言，让这个 YouTube 的演算法找到我哦。好，那么今天我们的故事呢，是一则成语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一个非常重要、你可能会听人家说这个成语，那可能你不懂它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成语，它的典故，它是怎么样的内容，为什么人们要说守株待兔。好，最近我们讲的故事啊，都是这个，可能有的里面的主角很懒，或者呢他很傻很笨，不知变通。那今天的故事也差不多哦，这个主角呢很懒，不知变通，只想要赚钱。好，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故事，守株待兔。好，守我们一般说守就是待在那里，待在一个地方不离开，叫守。所以你可以守在，比如说可能你的朋友生病了，你会守在病床旁边照顾他。守就是待在一个地方不离开，你可能会守在一个地方等待一个人哦，可能。好，株其实是树的意思，树哦。好，一棵树、两棵树的树，待就是等待，等待。兔当然是兔子。好，所以呢，待在树的旁边等待兔子。好，守株待兔的意思哦。好，那么字面意思哦。好，我们看一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贫穷的农夫叫阿财。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他是一位农夫，而且呢，他没有钱，他的家里很穷，所以我们中文叫贫穷贫穷。好，理查老师也很穷哦，不可以，我们不可以一直说自己穷我们要说，我们很有钱，我们的心灵很富足。你只要每天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你就不穷，因为你的心里很富足是一种特别的树吗？没有，就是一般的树一般的树这个株就是一般的树他每日都要去田里耕种，早出晚归。好，各位同学，每日就是每天但是你说每日听起来比较正式一点每天他每天都要去田里耕种。好，耕种就是呢，你可能在田里面种稻、种麦好，耕种。如果你耕种的话，你可能每天要去田里面看看你的稻米有没有长高，你可能要施肥，你可能要这个看一下有没有虫害耕种。那你可能会拿锄头，你可能会养一头牛，然后帮你这个拖着一些耕种的工具，对不对好，这个成语蛮好的早出晚归。像你们去上班也是一样，很早要起来，很晚才能够回家。所以早出晚归一般来说是指你工作很辛苦，很早出门，很晚才回家好，这个归就是回来的意思， return 回来的意思出就是出门，早上出门，晚上归回家回家。某天正午，
阿财正在田间干活，干就是干活。突然看见一只野兔从草丛里窜出来。好，某天正午，某天就是某一天，就是我们不晓得是哪一天，总之就是有一天。正午就是中午12点，中午12点，对，跟中没有错，就是这个意思哦。好，这个正午就是中午12点的时候啊。阿财正在田间，就是在田里面干活。好，干活我们在学 HSK 的时候有学过，其实就是工作的意思，但是一般来说是比较粗重的工作，比较体力活，要花费体力的工作，我们才会说干活啊。Hello 月莹，欢迎。好，他正在田里耕种干活的时候，突然看见一只野兔。好，野兔就是它是在野外生活的，不是人养的啊，不是你的宠物，不是，是野外的兔子啊。从草丛里，草丛就是一堆草啊，在野外有很多草，对不对？从草里窜出来，这个窜就是很快的速度跑出来。可能从一个你不晓得的地方，突然跑出来了。像我们常常会发现老鼠，可能你家里有老鼠的话，它不晓得从哪里窜出来，窜就是很快的速度跑出来，叫窜啊。某天跟当天不一样，某天的意思是我们不晓得是哪一天，总之就是有一天。那当天基本上你可能知道就是那一天就是那一天，但是某天你根本不晓得是哪一天，反正就是有一天就是了好，这个窜也是蛮重要的字就是很快的速度出现，很快的速度出现在你眼前，叫窜通常不是很好的字，窜出来可能指的是这个感觉是老鼠还是蟑螂还是这种东西的感觉，窜出来感觉不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出现在你面前，感觉那个东西是很不起眼的东西，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东西你不喜欢我们用窜其实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动词，就是一种你不喜欢或者很低贱的东西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好，可以听得懂吗所以我们一般会讲老鼠、蟑螂这种东西会窜出来或者是小动物窜出来，对，你可能会被吓到，或者你觉得不是很喜欢所以你可能会突然吓一跳，或者你觉得不喜欢可能有这几种情绪反应好，窜出来好，对，通常会让你吓一跳的感觉野兔跑得太快，没留意前方的大树，猛地撞在树干上这个是干树干上。好，野兔窜出来，对不对？跑得太快了，它没有留意，兔子没有留意前方有一棵大树，所以呢，猛地撞在树干上。好，这是大树，对不对？好，大树的树干很粗，对不对树干就是 trunk， 树干，大树的树干很硬很粗。那野兔跑得太快，啪，猛的就是很用力的，猛的撞在树干上，就是它因为没有看到大树，所以它直接很用力的撞在大树上，大树的树干上。所以如果其实这个兔子是很脆弱的动物，对不对？它撞得太用力，可能就撞死了，一头撞死。好，我们中文会说兔子就一头撞死了，撞死在树干上。Hello Perthling， 你好欢迎你来好，所以兔子就这样死掉了。好，
这个猛的，可能你们不太了解它的意思哦。猛的就是很强烈、很用力的感觉哦。猛的撞在树干上，树干就是 trunk 哦。好，野兔当场撞晕倒地。对，可以，留意就是注意的意思，没有问题啊。没有注意前方的大树也可以，没有留意前方的大树也可以。老鼠从黑暗的地方窜出来，很棒啊。好，那这个野兔当场就是在那个地方 ，at the time, at the place， 这个当场有点像英文的 on the spot。at that time, at that place， 好，当场撞晕。好，如果你晕倒了，你就没有知觉了啊，英文叫 unconscious。你很用力的撞在树干上，你晕倒了，你变成 unconscious 晕啊。好，就像英文的 like faint 啊。好，倒地，倒在地上，过了几分钟，没了气息。好，各位同学，你可不可以想想看哦，没了气息是什么意思呢？气息就像你的呼吸，你的 breath， 没了气息就是没了呼吸，没了呼吸，没有呼吸，没了气息。中文会说没了气息。那你觉得会是什么意思呢？他撞在树干上晕倒了，然后过了几分钟没了气息，对，死了，很棒。好，所以如果你说他没了气息，他没气息了什么意思？没呼吸了，死了的意思啊。好，你们要听得懂这个意思啊。好，兔子死了，阿财又惊又喜，毫不费力就捡到一只肥美的兔子，高高兴兴的把它带回家。好，各位同学，阿财那个贫穷的农夫，他又开心又惊讶又开心。好，惊就是惊讶，喜就是快乐好，又惊又喜，这个算是一个成语很常用，就是既惊讶又开心。什么时候你会又惊又喜呢？一个你很喜欢的女生跟你说我愿意当你的女朋友，哇，你觉得又惊又喜。好，今天买彩票中奖了，我竟然中奖了，又惊又喜。这件事情让你很惊讶，而且也让你觉得很开心又惊又喜好，这个蛮好的一个成语，记起来。毫不费力，什么叫毫不费力？就是完全不需要付出努力 effortless， 你完全不需要付出努力就得到一个东西了。我们中文会说这个馅饼从天上掉下来，不费吹灰之力，毫不费力就是你不需要付出任何的努力，你就得到了一个东西，毫不费力欢喜 delighted yes。 好，就捡到一只肥美的兔子。好，肥美什么意思呢？又肥又漂亮。老师什么意思啊？肥美一般用来形容好吃的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肉的我们不能用肥美形容菜或水果，不行。肥美通常用来形容肉，这个肉很肥很好吃的感觉，然后让你觉得哇，这个很营养。好，所以肥美我会觉得肥美的猪肉，肥美的兔肉，肥美的鹿肉，还有肥美的什么什么肉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形容很好吃很大块的那种肉 meat 肉所以这个肥美一般是用来形容肉这种食物，又大又好吃的感觉叫肥美好，所以你不要说哇这个女生好肥美这个女生胖胖的很可爱啊，然后又漂亮啊，她很肥美。不是，肥美是用来形容吃的东西你不要用来形容人，你不可能去吃人，对不对你也不要用肥美形容水果
形容蔬菜，蔬菜也不行，不能形容蔬菜哦。好，肥美的肉哦，蔬菜哦，最近老师啊有一点感冒，那个发音都不准啊。蔬菜啊 ，vegetable 蔬菜啊，高高兴兴的把它带回家。好，把什么带回家？兔子带回家啊。好，当晚就是那天晚上，就是阿财捡到兔子的那天晚上，阿财和太太一起享用了一顿美味的兔肉晚餐。好，这边没问题吧？啊，蔬菜哦，不是素菜啊，蔬菜不是素菜，不一样哦。林子是答对了，啊。好，各位同学，请你注意哦，量词：一顿早餐，一顿晚餐，一顿午餐啊，记得用这个量词顿啊。我们中文会说一顿丰盛的晚餐，一顿丰盛的晚餐哦。好，这边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哦。好，阿财心想，耕田又累，赚的又少，要是每天都能捡到兔子，那就不用辛苦工作啦，多好，对不对？好，那阿财因为当天晚上捡到了，不费吹灰之力，毫不费力的就捡到了一只兔子，所以他心里在想，耕田好累，好辛苦，又累，赚的钱又少，要是每天都能捡到兔子，那我就不用耕种啦，我就不用辛苦工作啦。好，这里大家发现有一个语法点哦，要是就好，非常重要哦。其实要是就是如果的意思，如果，所以你可以说如果每天都能捡到兔子，假如也可以，假如每天都能捡到兔子，就好，那要是哦比较口语一点，就是 if 啊，要是每天都能捡到兔子。那各位同学在口语中，要是是很常用的，请你一定要知道它的意思，就是如果的意思或假如的意思。假如比较正式一点，要是是很常用的，如果也很常用啊。好，所以阿财现在想要不劳而获了，对不对？他希望每天都能捡到兔子，对不对？那就比耕种还轻松。隔天，阿财放下锄头，并告诉太太，他不再耕种了。好，他跟太太说：“老婆呀，耕种太累了，我不想再耕种了。”那他想做什么？他老婆一定会问他这个问题，对不对？好，隔天 the next day， 隔天记起来。好，放下锄头。好，各位同学，如果你不晓得锄头是什么的话，它是一种耕种的工具，这个东西就是锄头，应该英文叫 hoe， 是不是 hoe？ 好，这个叫锄头。你种田耕种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工具锄头好，那他放下锄头，表示他不想再种田了，因为种田太辛苦了好，阿财不种田了，他做什么呢？大家看看，阿财天天坐在那棵大树后面，静静等待下一只兔子自己撞树死掉。对，耕田、耕种、种田都可以这个 mini piece， 耕田、种田、耕种，它的意思都一样好，所以阿财呢，他打算每天坐在大树旁边，等着兔子自己撞树死掉，那他就可以有兔肉可以吃了，就不需要耕田了。你们觉得有可能吗？所以阿财这个人也是想要
不劳而获，而且有点傻傻的，对不对？有点笨笨的啊，怎么可能兔子每天都来你这棵树撞死呢？不可能的事情哦。好，所以阿财天天坐在那棵大树后面，静静 silently 静静等待下一只兔子自己撞树死掉。太天真了，真的哦，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太美好了，哪有这么好的事情？他之前遇到兔子撞树死掉，那是他运气好，不可能每天都有这种好运，对不对？哦，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他连兔子的影子都没看到。当然咯，兔子也没有那么笨啊，每天都有兔子撞树死掉，兔子不可能那么笨，对不对？好，那各位同学，这里呢有一个我们说了很多次的语法点，连叭叭叭都叭叭叭，就是 even 的意思啊。好，连兔子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不要说兔子了，连兔子的影子都没有。那我们中文很喜欢说连什么的影子都没看到，连什么的影子也没看到，表示你根本没有看到这个人，你根本没有看到这个人。诶，你最近有没有看到Ben 老师啊？我最近啊连 Ben 老师的影子都没看到，什么意思？你完全根本没有看到 Ben 老师，最近都没有看到他，你就可以用我最近连 Ben 老师的影子都没看到，表示你完全没有见过这个人哦。对呀，阿财的老婆应该要骂骂他的哦，这个人想要不劳而获，而且太天真了哦。好，田里的杂草慢慢长高，稻子也都枯死了，但阿财却一点也不在意。好，田里的杂草，好 ，OK， 各位同学，杂草就是 weed。好，如果你很久没有整理一个地方了，会长出很多杂草哦。好，慢慢长高，稻子也都枯死了。好，因为你没有浇水，你没有耕田，稻子你没有去照顾稻子，当然稻子会枯死了。那个田都干了，田的地都干了，对不对？但阿财却一点也不在意，一点也不在意。Like you don't care at all, you don't care at all。好，一点也不在意，请你记起来哦。这种常用的、重要的用语哦，片语，请你把它记起来。I don't care about it at all。Don't care at all 就是一点也不在意，一点也不在意啊。对，我觉得就像月莹说的，他是一个懒惰的人，他希望不劳而获，所以他一点也不在意。他知道我一定可以等到兔子哦。好，所以有什么事情你是一点也不在意呢？有的人一点也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批评你一点也不在意。好，所以如果你一点也不在意，表示你完全不在乎，完全不在乎哦。好，村里的人都嘲笑他愚蠢，只想不劳而获。稻子是 rice， 稻子是 rice。好，村里村就是 village， 村里的人都嘲笑 laugh at， 哈哈哈，嘲笑他愚蠢，愚蠢就是笨的意思。他愚蠢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表达，就是笨或傻，都笑他傻，都笑他笨，都笑他愚蠢。愚蠢比较算是书面语的感觉哦。好，只想不劳而获。好，这是今天的重要词汇，重要的成语哦，不劳而获。一点也不在意，不理不睬，当耳边风。好，他总是做白日梦啊。如果你要说 daydreaming， 你可以说他老是想做白日梦，他老是想做白日梦啊。
稻子是 rice 是不是？我不晓得，就是那个还没有煮过的那个 rice 啊。好 ，OK。最后，阿财不仅没捡到兔子，连田地也完全荒废了。阿财的太太更气得离开他。好，各位同学，阿财他不想再耕田了，他在大树旁边等待着兔子，但是他一只兔子也没捡到。他不仅没捡到兔子，连田地也完全荒废了。好，所以各位同学，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词汇哦，叫荒废。如果一个地方荒废了，表示没有人去那里整理，没有人去照顾，没有人去打扫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会荒废。比如说，如果有一间屋子荒废了，表示这间屋子没有人去打扫，没有人去整理，所以你可以说这间房子荒废了很久哦。那它也可以用在学习上面。如果你每天都在打电玩，你每天都跟朋友出去玩，你完全没有在学中文，我就可以说你的学业荒废了，或者我会告诉你不要荒废你的学业。OK， 所以学业荒废了，这是一个比较常用的表达哦，就是你每天都在玩游戏，你每天都跟朋友出去玩，你没有在用功学习、用功读书，你的学业荒废了，学业荒废了。哦，好，阿财的太太更气的离开他。好，阿财的太太受不了他了，他离开了他的先生啊。哦，好，各位同学，这个就是守株待兔的故事。好，我们来问问题。问题一：野兔为什么会死？野兔为什么会死？好，那这个阿财哦，他有一天某天正午，他在田里耕种的时候，突然有一只兔子从草丛中窜出，草丛里窜出。后来兔子怎么死的？荒废时间可以把时间荒废掉了啊，也可以把时间荒废掉了。很好，撞在树根，树不是树根啊，是树干上啊。好，野兔突然窜出来，从草丛里窜出来，它跑得很快，没有留意前面的大树，所以它就猛地撞上了树干，所以它就死了，兔子就死了哦。好，本来兔子是撞晕了，对不对？撞晕之后，过了几分钟，它没了气息，没了呼吸，死了。哦，好。问题二：阿财为什么决定不耕田呢？阿财为什么决定不耕田了？好，野兔不小心哦，野兔不小心撞晕了野兔不小心撞上了前方的大树啊。Mooney Piece， 我帮你改一下句子，野兔不小心撞上了前方的大树，然后它就没了气息，哦。好，阿财为什么不耕田？当天晚上，他和太太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兔肉晚餐，兔肉大餐。然后阿财把锄头挂在墙上，跟太太说：太太，我不耕田了，我不耕种了。为什么？为什么他做出了这个决定呢？好，很好。Mandarin 说，
阿财觉得耕田太辛苦了，没有捡兔子轻松，太棒了。好，有人说他希望抓到其他的兔子，诶，你们回答得很好诶。Mooney Peach 说阿财想在不劳而获的得到兔子，很棒。春娇说他每天都想要捡到兔子，对，毫不费力的捡到兔子，对不对？不费吹灰之力的捡到兔子，他异想天开，他觉得每天都有兔子会撞死在大树上，他就可以捡兔子。每天都有好吃肥美的兔子肉可以吃，对不对想太多了对，他想要等第二只兔子，但是兔子哪有这么笨呢？对不对好，你们回答的都很好野兔从草丛中窜出来，没有留意或没有注意前面的树，猛地撞在树干上就死了，很好。好，问题3，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大家想一想这种题目常常会出现在考试当中，考试会问你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给我们什么启发？给我们什么教训？这种问题你们一定要思考一下怎么去回答它。有时候像这个考中文口试的时候这个面试官也会问你一些比较难的问题，你们要试着用中文去思考，然后去回答这些问题。好，你觉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给我们什么教训？给我们什么启发呢？好，这个有很多答案，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好，我等你们的答案我不可以先讲如果我先讲的话，你们就会说老师说的有道理，但是如果你们先想一想，你们就会有自己的答案，对不对福不重来，这不是一个常用的词汇Mooney Peach 说做人要勤奋，要努力，不要想着不劳而获，很棒。做人要努力勤奋，不要想着不劳而获。好，我觉得就用口语一点吧，之中就是好运不会出现第二次好运不会出现第二次林子说不能轻松赚钱，赚钱哪有这么轻松你可能运气好捡到兔子，好运不会出现第二次，好运不会出现第二次的好，裴静说不能只靠运气而不付出努力，很棒Mandarin 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我们能控制的，然后只管我们能控制的事情。Hardwin 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好好的做一份工作，不可以三心二意。哇 Hardwin 你很棒，要好好的工作，不可以三心二意艾云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没有努力就没有收获没有努力就没有收获必须刻苦耐劳，不可以有不劳而获的想法，很好 OK。 所以刚刚说过这个馅饼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你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对不对？你一定要这个付出努力之后都还不一定会成功呢。我觉得现在你付出努力了还不一定会成功呢，更何况你完全不努力呢，对不对像我们中文老师这么努力的上课都还不一定会出名了，不一定有学生会跟你订课了，更何况不努力呢，对不对就像你们工作也是一样，如果你每天想着我要加薪，我想要加薪，但是你不付出努力，老板不可能给你加薪的，对不对？对，馅饼馅饼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好，我们还可以说天底下没有
免费的午餐，对不对啊？这个中文怎么说啊？这个中文叫做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是这样说吗？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不对哦？好，所以天上不会掉馅饼下来给你的哦，凡事都要付出努力才会有收获哦。对，天底下没有不劳而获的馅饼。好，那各位同学，如果你要用地道的中文，请你用天底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馅饼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这些都是很地道的表达。那其他就是你们自己发明的哦。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哦。好，那你要自己发明也可以，但是可能大家会听不太懂哦，所以你可以说天上不会掉馅饼下来，或者是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天底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不要做白日梦哦。好的 ，OK， 我们这个再往下看哦。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生词哦，每个生词我会念3遍，请你跟着我一起念。农夫，农夫，耕种，耕种，耕种，草丛，草丛，草丛。好，晕，晕啊！今天上了10小时的中文课，私教课啊，我头好晕哦。所以晕可能是你不舒服啊，不舒服，头会晕哦。好，锄头，锄头，锄头，枯死，或我们可以说枯萎。好，一般讲的是花或者是植物，它死掉了，会像这样子啊，枯死了，花枯死了，树枯死了，枯萎了，都可以哦。好，那这个词请你记得哦，枯死、枯萎。好，那今天的课就到这啦，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那我们不要做一个成天都想要不劳而获的人啊，我们要付出努力。当然，我觉得努力啊要有方法。好，各位同学不要傻傻的只努力而没有方法。在现在这个社会啊，你要做任何的事情，你要学习任何的事情都很简单。你在 YouTube 上面，在 ChatGPT 上都可以找到方法。所以我觉得做事一定要有方法，不要傻傻的。像你要耕田，耕田也有方法，你不要傻傻的工作，不然的话你会事倍功半。我们做事要有方法，才会事半功倍哦。所以各位同学也想一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让我赚更多的钱，但是不需要这么努力，有一个有效率的方法来做事情，我觉得更好哦。好，那么10小时哦，我是举例而已了啊，艾云，我举例说啊，我上课上了10小时，好累，我头好晕。上课上了10小时，好累呀，我头好晕。只是举个例子而已啊。好，那么我们礼拜4见，大家晚安喽，拜拜。